小伙伴啊，好，那我今天找你就是要和你来聊一下广东话。平时啊，你在跟我们群聊的时候啊，就一直说，哎呀，广东话很美啊，很多意思只有通过广东话可以表达啊。今天就要找你来聊一聊，哎，广东话为什么这么美？广东话为什么对你有很强烈的意义？其实我是柔佛人，然后我是福建人，老实说，但是可能因为你知道大马环境都有很多不同的种族或者是不同的语言的方言人住在一起，所以我从小我家邻居是广东人，所以我就觉得广东话是好像挺有趣的一种语言，然后再加上如果你了解本地的那些习俗，在应该是8、90年代开始，香港的 TVB 无线电的那电视剧非常非常的流行，所以我们就从中学习跟看。我不敢说我的广东话很好，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广东话的人，所以我不敢说我是非常的准确，因为我毕竟不是广东人，我是福建人。对，是生活环境，然后在社会上的影响都受到这个影响，对吧？对。我们可以先说几句啊，因为那天你给我发了一个短视频，我觉得很有趣。你告诉我的核心观点是上海人学广东话不会太难。那是刚巧我在小红书里面看到，我觉得上海话好像跟广东话有一点类似，然后而且上海话对我来讲是挺难的去学，因为好像有7还是8个音吧，不像中文是6声吧，是吧？对，广东话是9声，然后说我觉得挺接近，不像中文就是4个阴阳嗓气，就是4个音。可是我觉得有你以后，就是既然你在这边定居，有你去学习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太难。我等一下跟你讲我有过这个故事。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它里面有讲到他说有第一个单词叫 humblong。是吗？这是什么意思啊？在广东话里面，就是全部一起，全部就如果你看怎样写这3个字，你用中文说走，我们一起拿，就感觉上没有那种 feel，但是你讲夯不啷，对，就是那感觉好像不接地气，或者是没有真的感觉到是很有，像你讲不准确，就好像刚才我跟你说，对，玩食艱難。是，但是如果我用中文跟你说，哇，找生活挺难的，好像感觉到又很苦情情的。但是如果我用玩水看啦，就是有一点点怎么说，是讲出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也不是很苦情的感觉，但是这的确是生活嘛，所以就有时候我会喜欢用广东话。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说你讲的那个玩水艱難还有像 humblong。它是什么呢？让我感觉就是它不单单是把这个意思表达得很精确，而且呢，它把那种情绪也把它放进去了。你像，尤其是广东话里面很多这种情绪词，什么嘎还有什么啦啦，有一大堆嘛。对那我们现在讲这个是跟上海话是一样，上海话也叫 humblong，就发音是 exactly the same。比方说有时候还会加一个当在最后 humblong 当比方说多少钱，对吧？叫 humblong 多钞票。对，我们就是也会这样用的，而且是比较古早的，就是我爷爷辈他们那时候就会用的，现在年轻人反而不知道，因为他学习的都是从华语过来嘛，对，他会说总共就总共多少，而不会说 humblong 这样的一个词对，然后我还看到一个叫下雨也是一样的，广东话叫落雨那就发音略有不同，因为它那个落是比较局促短一点嘛，对吧？上海就叫落雨，就是你看就像那个音乐里面它是有一根滑线，对，它是滑起来的。广东话就是落雨，对吧？对，但是一短一长的。马来西亚就比较不会用落雨，就是说落水。落水就是比较直接，对，这个是可能广东或者是香港就会用落雨，但是本地就会说落水。我到了大马之后呢，因为也有人就是跟我说你到这里要学语言，其实我还蛮有兴趣的，因为刚来很空嘛。对。但是就看这么多话客家话这个太偏了那福建话太难了一点点都听不懂，所以我就有点想学广东话，因为我觉得第一呢，这个广东话我们从小也是受到文化的影响TVB 也有嘛，这种港剧音乐粤语歌曲多少听到过一些。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在沙登这里，好像听到的广东话相对会多一点。对还有吉隆坡也会多一点。其实沙登是客家话好像是客家话，但是我听讲广东话的好像还蛮多的。对。然后第三呢，就是我觉得这
广东话哦，这在世界上使用的人可能会多一点，虽然在大马福建话还多，但是广东话会不会因为随着香港人啊、广东人啊这在福建的这个广东人啊，那在大马的这个广东的人，我觉得他好像更实用一点，所以我就去学了啊。但是你知道吗？我学了一阵子，然后我的朋友说：“哎呦，你这个讲的这个一塌糊涂哎。”后来我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学的那个 app， 它都是教你的是香港的广东话。OK， 我朋友跟我说你讲的话很粗俗，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我觉得香港的，我个人认为我喜欢香港的广东话，然后我也喜欢，我个人是比较对语言有一点点洁癖。当我想学正统，就好像如果今天我想学上海话，我会跟你学习，因为你是上海人，所以我与其去跟一个可能所谓的半桶水或者是没有那么好的人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学广东话，学香港是对的。反而是对的，是吧？可能你那一个频道或者 app 是讲一些比较粗俗的话，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会喜欢学香港式的粤语。OK， 好，那我看来要再捡起来啊，因为后来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太难了。在大马，你看福建话有自己的版本，华语都是单独的，广东话也是啊，根本就是在我看起来全部是加密的，而且没有太多公开学习的渠道，只有靠口耳相传。对，我们没有一个正统的一个明文规定怎么学、怎么做 ，Step 1、Step 2的确是没有这个的，对，都是靠平时生活。你是怎样来学到的广东话的呢？我觉得可能是第一，小朋友在小时候学东西会比较容易，我是很小就会了。然后我不是因为下来吉隆坡才学会的，我从小就会，因为我的邻居是广东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大概是7岁到10岁之间，我的邻居是广东人，所以从中学起。然后在10岁之后我搬家了，可是那个时候比较大，就开始去看 TVB 的剧，所以就开始就一直讲。然后我就跟很多广东的朋友，我们就从此就讲广东话了，就很少讲我自己的母语福建话。所以就是这样学习到了。对，那你怎么比较就是广东话和福建话之间？我个人喜欢广东话比较多。怎么比较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比较，因为福建话是我爸爸的语言，这是我家族的，这是我们所谓的籍贯。但是广东话是我觉得走向世界，或者是跟很不同，就尤其是香港或者是可能去广州这个，而且如果你去国外你去可能可能去英国、美国，你碰到很多华人，其实都是从广州或者是香港移民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反正我去了外国，如果假设我不会讲英语，我去那边我遇到华人，基本上都是用广东话交谈的。那你用福建话来，比方说表达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意思，就不会让你有那种很有感觉的这个？其实也有啦，只是可能我们在吉隆坡就会习惯用广东话来形容呀。其实老实说，在马来西亚，广东人是居多的。你在吉隆坡很多，你可能随便问一下，很多人都是福建人，只是因为这边的流行的语言的通行是广东话。都是广东话，其实很多都是福建人来的。对啊，因为照理说福建人要比印度人还多嘛，300多万呢。对。可是我无论去巴萨呀，还是平时在店里啊，我总感觉听到广东话更多。也可能我听不懂福建话。可能也是，也因为可能这边是流通。譬如说，我以前工作时常会去沙巴，KK 就是雅比，所以我都是跟他们讲客家话。后来我聊之后，认识久了之后，其实大部分都是福建人。又或者可能你去科邦、去金江，你去跟他们聊，深入的聊之后，你发现他们都是福建人。你可以教我几句吗？你想写什么？就跟吃东西有关系的吧，都可以啊。就可能基本的就是你去去进餐去叫東西，可能我們是比較口語化，就是說，有咩好介紹啊？有什麼好介紹？就是說有什麼好的菜品要介紹？有咩好介紹？好介紹，介紹是介紹哦。就是可能我們去一個餐廳，我們基本上馬來西亞人都講你的招牌菜嘛，所以我們一般很少是說招牌菜。有咩好介紹啊？有什麼好的介紹嗎？就是很基本，就是我們會講對你看這一說就馬上這種語氣就會把它加進去了，就好像對我唔食辣嘅喎，我不是辣的
雞水啲冇辣嘅得唔得啊？就是這些基本上，譬如我不知道你吃不吃辣，如果你不吃辣嘅，我唔食辣嘅，有咩好介紹啊？我介紹辣嘅嘢俾我食。辣。廣東話真的很多音的，如果你的音講不準，可能就會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誤會，或者是有時一些笑話。我覺得這是它的精髓跟語言，我也花了挺多時間去慢慢去聽，慢慢去講。當然也有一些我是講不準的，真的到今天舌頭還是轉不過來的。人家還說廣東話用來唱也很好聽，廣東歌特別好唱，我喜歡。對對對，我記得早一陣子我看那個大陸的歌手李健。李健有一個演唱，在一個節目綜藝節目，然後李健跟譚詠麟好像在做 PK，所以李健也說的，他唱的中文歌，如果把中文歌譚詠麟唱的時候，他真的覺得譚詠麟唱的特別好聽，不是因為歌聲或是什麼，是因為廣東話、廣東歌曲，而且廣東歌曲特別好聽。用這個歌曲把他這種情緒都反而又進一步放大了，對對對對，所以我們都很喜歡唱廣東歌。要不要唱一下？不要。我還想跟你聊一個事情，我覺得跟廣東話也有關係，就是什麼？就是飲食。對，因為有可能會講福建話的人應該會多過廣東話，或者說福建人是多過廣東人。你覺得就是懂廣東話或者學好廣東話對玩到更多的這個好吃的粵菜啊，會不會有幫助？然後去點菜，坐在那裡，會不會吃得更加盡興一點？我覺得還好吧，因為可能現在大家都會說普通話。我記得當年大概是25年前我來吉隆坡的時候，大多數都是叔叔阿姨、大媽、大叔都是講廣東話。我們如果不會廣東話，真的是很難溝通。然後即便他們跟你講中文，跟你講華語，都是用廣東式的華語來跟你講。好像譬如我說，我們廣東話很講好鬼靚啊，好漂亮的意思。他們會講哇極鬼漂亮，他說哇這件衣服極鬼漂亮所以我覺得現在如果你不學廣東話，假設說，我覺得還好，你要找吃啊，要找什麼都找得到的。我們去稍微正宗一點的，比方說像海外天這個喜來登啊，對，尤其是我們沙登這個喜來登，菜單都唔得，沒有菜單你跑進去點什麼？說有什麼然後他就問你要點什麼，他才給你點什麼。那你就跟他溝通嘛。對，比方說我不會講，他們往往這些老字號一點的廣東菜館，還要專門找一個人過來才能夠跟你講。那我就發現我坐在這裡，我都覺得有點尷尬。如果我可以跟他溝通的話，那麼就很自然嘛。對，就多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對，而且我覺得你去的那些所謂老字號的廣東粵菜館，我覺得他們對員工都很好，所以他的員工基本上都在那邊服務20-30年，所以都是上了年紀的叔叔阿姨。對，所以可能在中文的表達方面沒有這麼好。是，你了解了廣東話以後就是有沒有就說探索到更多的這個粵菜的美食來豐富你的食譜？這當然也有，但是最終我自己覺得是我喜歡了解他們的文化跟他們的歷史跟可能唱歌啊、電影啊，因為有時候你看唱粵劇或不是粵劇，是說廣東的那些 TVB 啊，那個時候有時候他們講一些東西形容詞或者是罵人，他那個精髓你是中文是講不到的，或者是他講的一些東西，就譬如說即便我現在我的小朋友也是很喜歡看周星馳的電影，不只是他冇厘頭，沒有無厘頭，最重要他講的一些語句或者是一些可能在裡面講的一些流行語，真的是很貼切的，真的是感覺到就是講得很爽。感覺就是這樣，對。那你現在講廣東話有哪些這個場合或者工作中對吧？生活中，那聽呢？像現在應該還有這個粵語的電台嘛，是嗎？電視什麼有嗎？有，也會有。就是我基本上就是看電視劇咯，然後就跟同事朋友溝通都是用廣東話。當然同事也要看他是什麼籍貫人，或者是馬來人、華人，但是也有很多我身邊很多馬來同事，或者是前同事，很喜歡聽廣東話的。我相信你知道 Beyond。是。
他们不懂得听，不懂得看的。但是 Beyond 的歌几乎朗朗上口。哦，对，很多都是从这个跟着歌曲去学习开始的。我儿子就是的，他可能不懂广东话，但是他可以把整个歌给语言还比较准的把它给唱出来，把它给复述出来。对，然后我也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些同事，马来人，他们也是在学习广东话。他觉得广东话很可爱，很好听。哦，是这样的，那他跳过华语是吧？直接华语也有可能有时候他会怎么说混淆 confuse， 可能就是到底是华语还是广东话，所以有时候他们很厉害，就是这边最流行靓仔靓女，是他们就会讲这些话，就是美女帅哥啊，对。我最近去了几次那个太子园的菜市，安邦的吗？对。我发现印度人他们在那里这个卖菜的，他也会讲广东话。对，很厉害。如果你去科邦，也有很多印度人会讲广东话，而且有时候我记得有好几次的经验，我在走着，后面就有人在讲广东话嘛，然后就听，我就可能他讲的一些东西好笑，我就转过头回去看，为什么没有华人，只有印度人？其实就是那个印度人在讲广东话，而且讲得非常标准，哇，不是那种像我们洋人说华语那种腔调，他们不会，他真的是很标准的，对，很流利的，对。家里小孩子他是怎样来学习？其实我们在家里基本上是讲华语或者英语，就很少讲方言。我先生其实是潮州人，所以我小孩也不会讲潮州。我们试着跟他讲，在小时候小朋友会抗拒，他说不好听。后来长大之后他自己去学习。我的小孩是因为吉隆坡嘛，都是讲广东话的那个环境，所以他们慢慢就听朋友讲，然后就从中学习到，然后长大了一点，自己又去找什么周星驰的戏啊，还有听歌啊，听那些广东歌啊，从那边学习到。所以现在我小朋友都会讲了，偶尔我也是会跟他讲广东话，但是都是会讲华语了。所以好像也不需要特别的学习，只要在这个环境中是吧？对，我觉得环境会造就，就好像你们每次就是大陆的朋友每次会说，马来西亚人真是语言天分，其实是因为环境。就譬如说我是福建人，我从小是我外婆拉拔长大，我外婆是客家人，所以我们就讲客家话。然后我外婆住在就是在东甲，就靠近那边有个海南村，所以小朋友就时常去玩。然后去玩的时候，我也会讲海南话了，而且是讲得非常流利的那种，而不是那种问候的。然后之后在长大的时候，小学1年级就妈妈带回家，带回家我家隔壁是广东人，所以就讲广东话。然后再长大了一些，我们自己买了房子，然后我的邻居是潮州人，那我们就全部讲，所以我觉得在小的时候有这个环境，可能是我们有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学语言会比较好。就譬如说福州话，我从小到大没有碰过福州人，直到来吉隆坡，我才原来有福州这回事。可是到今天我学不到。这跟你爸爸讲的那种也不一样吗？福州话好难，像日本话。这样的。好难，我只会讲一句话。我同学不是出口，不是是同学教的。所以那个时候进大学的时候，我同学是从东马过来，他说我是福州人，我说福州人是讲什么话的？是怎么讲的？所以他讲的福州话，我真的是福州话讲听阿伯，真的听不懂，真的很难，不是那个难听，就是很难听得出他在讲什么。就好像可能有时候你可能从猜，我们讲广东话，你可能可以猜一猜我们在讲什么。是。福州话我猜都猜不到。就像在江浙江浙沪3个地方，大家都说温州话就很难懂。就完全听不懂他们讲什么，对，就像加密语言这种。我讲一句话，你看你听不懂，我学到一句福州话，几个笔为例喏，我不懂准不准啊？如果听众听了，请纠正我。几点钟吗？几个笔为例喏，是这支笔是我的，是不是很难？是，我觉得我的妈呀，学不到。对啊，就是没有一点点音和我们熟悉的那些是完全一样的。中文然后福建话一点都不拉纲，对。拉纲我也不懂，是广东话吗？是，拉纲，对，就是没有交集，一点都没有关系的意思，对。如果你用福建华语，一点都没有关系，是觉得好像很长，然后广东话一啲都唔拉纲嘅，一点都没有关系的，对那种感觉，对。要不然，那你可不可以教我一些比较常用的，教个几句吧？教3句好了，比较常用。OK， 我们很简单的我不晓得在大陆，在马来西亚，第一次就一见面就会说你吃饱了吗？你食飽未啊？食飽未是吧？
你吃饱了吗？类似饱美啊，这个可能是马来西亚就是上扬的啊。推荐一下欧卡的话，这样以後可以跟顧客講。OK， 我推薦OK， 我自己食咗歐卡嘅雞髀咧，同佢嘅嘢咧，我自己覺得好中意嘅，因為好健康，再加上我哋唔係家庭主婦，我係返工嘅一族，返到屋企咧真係冇時間煮嘢，呢個叮一叮就有得食啦，所以我自己好中意嘅。係啊，我只會人家教我說。什麼拿，我只是講多支持，多支持，多支持啊！真的多支持，多支持啊！確實，我覺得如果會上海話的話呢，好像入門了一點點，20%吧，對，跟那個語調有一點點接近。我覺得上海話可能比較軟，我不知道，我感覺它比較軟。沒錯，因為照理說廣東更靠南嘛，對。可是確實就是上海話要更加。然後廣東話就可能硬了一點點。對，因為它那種切斷的這種音好像更多一點，就是快速結束的這種感覺。對。然後多支持，你食飽未啊？一排做緊乜嘢啊？就說最近你在幹嘛？就是你最近在從事什麼，或者最近你在做什麼東西？最近做緊乜嘢啊？最近就是最近做緊乜嘢？做緊咩對，你這樣講就很準。最近做緊乜嘢？我記得我去年我一個香港朋友來玩，我帶他去玩，他每次笑我，我每次會說接着下來，就是華語是叫做接着下來，廣東話叫跟住。可是我就是不準，我每次跟住，所以他每次笑我。其實跟住，可是我們可能馬來西亞也沒有人去糾正你，所以就跟住，所以那個是不是幾？其實跟住，對。明白。今天我們聊，你看20分鐘，我最大的收穫是，我又樹立了要去學習廣東話的興趣和信心。尤其是你這樣鼓勵，因為萬一我學了半路出家以後，我就找你來做一下 correction 來不會練習一下。其實我們群裡面很多。我覺得我們群裡面很多有些是廣東人，可能他們比我講得更好，只是我比較龜毛，有些東西我想去學得好一點點。而且如果你去香港，其實香港很多上海人移居去，像什麼鄧紫棋啊，什麼汪明荃啊那些，可是你看他們是上海人，可是他廣東話講得非常好。所以我覺得真的是有一些連貫性的，有信心的關鍵是。對，我覺得你又排除了我的迷思香港廣東話冇問題啊。係，對，你會講冇問題啊。就好像我們很愛講的，周星馳每次講的咩食個包咩什麼坐下來。死啊你！不是。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問題，你很快的。好，其實是 practice。我覺得如果你時常出去買東西，或者是一些常去光顧的一些店，你講Auntie，我現在要學廣東話，你以後不要跟我講華語，我跟你講廣東話，你不要笑我我覺得應該會的，應該是可以的。你從那邊學，你一定肯定會的。尤其是 Wilson 小朋友更快，我覺得是他學的真的是很快。對，真的是。而且我覺得大馬本來就是多語言環境你就是講得不太準，別人也不會嘲笑你。對呀，因為我們大家都是所謂的半桶水我們大家都是不是這樣的？對。謝謝。好，謝謝誰呀？很有收穫。謝謝你。這個怎麼說？不錯吃，不會胖，不用煮。沒有不錯吃，幾好食嘅，幾好食。蠻好吃的，是不是這樣講？你是這樣講，蠻好吃，幾好食。然後唔使煮，最緊要食咗唔會肥。最終吃了不會胖真的是，我真能感覺到這裡面那種韻律。你看，你用煮，你就一下子加重了，一下子就好像抓到重點的這種感覺。幾好食，唔使煮，食咗唔會肥，最緊要。我們第一條這個廣東話廣告。我覺得是這樣的方式，對。太棒了，哇，真的是充滿了信心我要開始學了。行的，一定可以的。那你教我上海話，剛才我講那個大馬朋友上海話來你剛剛說謝謝你，是這樣，對。霞弄，它那個霞，那個耶嘛，就有一點像是摩擦的這種感覺。霞弄。你好。農河。不，它那個河是很短。農河。exactly 就是這個菜很好吃這隻車攞河切了。哇，好難呢！有一點像廣東話。曱甴就是就是曱甴。
曱甴，车，萝卜车，老好吃，萝卜切，老好吃。那个曱甴就好像曱甴，其实有点像广东话的曱甴，就是蟑螂。小强真的，小强很好吃啊！对，哇，好难呢，比广东话更难呢。这样你肯定，广东话你一定会学会的。OK 啊。